係坐喺樹自己喺樹憂憂愁愁有咩意義啊咁咯。即係我自己成日都係簽書嗰時都寫嗰8個字嘅，就係活在當下，常懷希望。咁呢個都係我俾我自己嘅一個勸勉啦，係咪？即係你既然喺而家呢個處境裏邊好好地咁樣，即係活在當下咯。能夠做到幾多就幾多咯。咁你能夠做到啲嘢，個心裏邊就會冇咁即係內疚啦。呢個係而家即係台灣咁多間大學裏邊咧，唯一剩低嘅連儂牆咯。因為好多個大學咧喺2019嗰陣時咧，好擔心咧嗰啲大陸學生同香港或者台灣學生咧，為咗呢啲咁樣嘅標語啊、大字報咧爭論起嚟會嘈啊，所以咧就免麻煩咧，後來咧就拎走咗呢個連儂牆。但係我哋政大咧仍然都一路保留住呢個連儂牆。我第一日嚟到，我差唔多想喊啊！點解？因為2019年我根本就喺監獄裏邊啊嘛。我根本冇見過2019個連儂牆，我見嗰個係2014年，所以對我嚟講，我就可以見翻2019發生咩事啊，所以好大嘅感觸。係一個都幾百花齊放嘅一個地方啦嚇。不過我有啲難以想像就係香港佔咗呢個牆咁大嘅篇幅，即係可以維持幾耐咧咁樣。即係呢個係同台灣人關注香港嘅問題可以關注幾耐，到今日未拆咧，真係一個好奇妙嘅事情。你啲樹好似仲挖咗一個空間出嚟咧，好似我香港見唔到嘢可以見啦，我香港講唔到嘢可以講啦，喺個課室裏邊，好奇妙嘅一個。即係唔知咩平行時空，即係同香港好似兩個平行時空喺度發展緊咁樣。呢個你喺度揾翻一啲理想嘅自由。在香港沒有這個中生的啊，只有小學的好像有，然後中學好像也是有些學校有，有些是沒有，大學一定是沒有了。只有香港中文大學某個書院會真的炒這個鐘，然後其他都沒有的，所以很好聽啊。然後我們這個門課是當代中國社會，是談1949年以後的，到了目前的中國。好感觸㗎，因為我喺中文大學做最後一課。嗰陣時候，我真係覺得呢個係我最後一課㗎啦嘛。跟住我唔會諗到將來仲有大學夠膽請我。結果最嬲尾嚟翻呢一度，可以再上講堂演講。我每一次都同同學講嘅，我都覺得係一件好我自己意想唔到嘅事情啦。啱啱到台灣咁，佢就香港啲左報就話：你睇下呢個人啊，死不悔改啊，仲嚟台灣搞社會運動啊，係要將黑暴。即係帶嚟台灣啊，毒害啲台灣青年啊，搞亂台灣啊。因為我第一個反應就話：你唔係好想台灣亂嘅咩？搞亂台灣。第二樣嘢真係，就算連教社會運動呢科都唔係我嘅選擇嚟嘅。我當時其實冇話要教呢科嘅，只不過政大社會學系覺得咧，其實有好多同學想知道多啲社會運動，因為發生過太陽花事件啊等等嗰啲咁樣，其實好多人想讀呢科，但係冇老師教呢科。因為我知道陳建明老師是從香港那邊過來嘛，然後他也本身有參與一些社會運動，然後所以就是我就想知道就是最真實的狀況是什麼樣子。結果是怎麼樣？鎮壓。然後呢個鎮壓的場面我們看不到的，因為1976年的時候，中國還是非常封閉的。那個時候為了支持鄧小平，而那些人會上街，把他給打。1989年就是鄧小平下命令要開槍。把那些學生、老百姓把他們弄死，所以呢個歷史很荒謬嘅。76年，咁我本身讀 PhD 嘅，其實就完全同社會學啊、政治啊冇關嘅，我讀個科。頭先聽到都有啲同共產黨有關嘅嘢啊，真係認真佢。如果呢啲説話喺香港聽唔到噶啦，
真係冇辦法再教到佢而家喺呢度嘅課堂教嘅嘢咯。你們都讀過三民主義吧？有沒有讀？沒有讀過。你不要說笑吧？有沒有讀啊？就是可能我們的爸爸媽媽那一代是必修課。你們就不需要讀了。OK， 好，時代不同了啊。聽聽看，可能跟我們不同背景的、不同世代的人會怎麼去理解，就是有點像是在聽一個長輩，就是他也會講公告，就是講故事的那種感覺。對，但是就是差別是在於說這些故事是真的。我就專登開一課當代中國社會，睇下啲同學即係反應點咁樣。咁問同學點解你要修讀呢科咁？我問第一個就話我要認識我自己國家咁樣。我話哇，你咁樣講嘅，我睇你都唔係台灣人，我諗你係陸生即係大陸嚟嘅。咁結果翻歐真係佢都係陸生嚟嘅。好，我問佢後邊嗰位同學點解你要修讀啊？佢話中國係我敵國，所以我要了解佢。啊，唔錯啊！我話你當佢敵國又好，當你祖國又好，你都係要了解佢噶嘛。呢個而家變成咗最自由嘅地方，即係可以討論即係台灣問題、香港問題，以至中國問題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仍然希望佢可以保持一種開放咧，係唔好隔絕晒兩岸，仍然都會有學生過嚟即係讀書啊等等。呢個我都希望係咁，因為呢個有少少已經似翻我哋以前香港個位置咯，即係可以俾你討論得多即係華人社會嘅面對嘅一啲問題，而係有一個好大嘅自由空間咯。呢個仲有香港冇。大家唱生日歌。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要真普選。我走應該係2021年嘅7月19號走嘅，因為政大俾我嗰個邀請咧，就要係8月1號咧係報到，咁當時要2個禮拜嘅隔離嘅，咁我褪到最盡咧就差唔多19號就最後一日，係壓到最後1分鐘咁咯。最記得飛機就嚟落去桃園機場嗰時，望出去咁樣見到嗰個海岸線嗰度有好多即係風力發電嘅機，咁喺度轉動咁樣，咁啊見到天啊海都係藍色，好靚啊！嗰剎那係好有感觸嘅，因為覺得台灣一個好美好嘅地方，我不嬲都好中意嘅。即係似乎好似我前面會有啲好即係美好嘅事物喺度等待緊我，但係你又不捨身後事，覺得好似有懷念即係以前喺香港嘅日子咁樣，嗰種感覺真係百感交集。初就會心情好複雜啊，好矛盾嘅，又想留喺樹，又想翻去嗰啲咁樣。我記得一次睇時代革命嗰啲書咧，一睇完嗰套電影，第一個反應就係我要翻香港啊！嗰啲咁樣，即係我唔可以離開呢個地方啊，係嘛？即係咁多人共同奮鬥嘅地方，即係有時會係咁咯嚇。但係你又知道做唔到呢件事啦。向左轉，然後向右轉。向左轉，向右轉，有咩理由啊？唔應該。開始聽下啲國語點樣帶路啊！初我仲用廣東話嘅，而家都係用翻國語好啲。不過我要投入呢度嘅生活咧，我就都幾快脆就開始揸噶啦嚇。咁接受咗啦呢啲機車。你好。哦，你們找到停車場，我下去等你們啊。差不多，我就還沒有一個燈位，我就可以停車啦。其實我年紀都冇接受過任何嗰啲即係呢類嘅節目嘅訪問啊。咁但係阿若瑤，我諗佢以前做《蘋果日報》嗰陣時已經成日追我香港，即係寄稿過嚟，又冇寄到，冇做到。咁嚟到台灣又一路追我做個節目，又冇做到咁樣。直至到有一次都係覺得唉，好唔好意思啦，都係做啦咁。哦。你好。好。我推咗我諗10幾個、10幾20個。
包括啲國際媒體都推咗好多，根本就冇接受過電子媒體嘅任何訪問，可以咁講法。想低調啲生活啦嚇，即係自己都要摸清楚自己路向，冇咩好想講咁。我都有啲顧慮嘅，係啱啱嚟到台灣嚇，即係特別我屋企人都仲未過嚟嗰陣時咁，所以我就覺得要小心少少啦。所以我90年代以後，我覺得我應該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不是單是做研究。但係唔係代表我完全靜晒，我做咗大概30幾次演講喺台灣。由北去到南，去到離島，即係金門我都去嘅。咁就同一啲大學生啊，或者 NGO 嗰啲人士介紹香港嘅情況，説好香港故事。李家超話齋，我其實不嬲都唔係好想好公眾嘅。其實我比較願意係想寫文章，即係用文字去到即係推動一啲改變啊咁樣，或者教學啊咁。但係其實咧話做一個政治人物。推動一啲運動啊等等咧，嗰個係一啲好特殊嘅歷史嘅背景底下，咁我就跳咗去做咗即係佔中3子，咁要做咁咪做好佢咯嗰啲咁樣。但係我自己最想嘅唔係嗰種咁樣嘅身位。睇啲筆記先。喺監獄嗰度咧，我就開始有做筆記啦。好似我睇咗啲書，我想攞嚟用啊嘛。嗰陣時我就每個禮拜會寫封信出去出邊添啦，咁所以我好想我睇啲書啲重點我記低佢。咁嗰次之後咧，我出咗嚟開始就諗不如搞一個頻道，係介紹啲唔同類型嘅書啦。咁有見聞書房嘅出現，咁我就開始就買咗呢本我中意嘅筆記簿，咁就係將我睇過嘅書一啲嘅重點就寫低嘅書咯。有啲似一個小學生、中學生咁咯，即係好齊整，好齊整。各位朋友，歡迎收聽收睇見聞書房。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咧，呢本書叫做《行者思之》。《行者思之》呢本書咧就係由一個中國大陸好有名嘅律師叫張思之咧係口述嘅。張思之都話90幾集啦，即係介紹咗90幾本書啦嚇。我初初離開監獄嗰陣時候就冇工做啦，已經係咪冇咗大學嘅工作？咁嗰種工作嘅動力仲喺處咧，我可以一個禮拜介紹成2-3本書係好閒嘅事嚟嘅，即係話我一日半我睇完一本書，即刻做筆記咁，即刻去做。即係律師同法官勾結到嘅地步，啲法官不如你幫我寫埋個判斷書都得㗎，喺地方裏邊嚟講嗰種即係法庭都貪污。嚟咗台灣嗰陣時，嗰個心境有啲變化啦最主要係覺得離開咗香港之後，好似失去咗種力量咁樣你喺香港你在地咁。你好似同大家一齊去面對嗰種即係風險一齊去受嗰個苦咁樣咧。你有一種容易啲，你覺得自己係可以去到安慰其他人支持其他人。到我嚟到台灣嗰陣，太好嘅生活呢度，我覺得係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好安全嘅地方。我突然間覺得我失去咗呢一種即係咁樣嘅力量。我仲可以講啲咩嘢去到即係安慰香港人咧？濕咗語咯，即係講唔到。咁跟住就跌落去裏邊，淨係喺度反思好多即係自己個人嘅啲問題等等呢啲嘢跌咗個處境裏邊，淨係想喺度沉澱咁嘅狀態。後來都係有啲即係朋友鼓勵下我，有封信寄嚟俾我，咁調翻轉頭安慰翻我喺獄中寫信嚟，即係覺得其實唔需要㗎啦，你已經講咗你要講嘅嘢啦，而且你講低咗嘢咧，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啦。咁佢將嗰個獄中書簡體驗1次2次，作為喺監獄裏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精神嘅力量，令到我自己好似又放鬆咗少少啦，即係唔需要咁着意覺得我仲要特別要講啲咩嘢啦。咁而家我就覺得我睇見咩書有啲感覺，我咪去講下咯，重拾翻自己以前喺香港啲日子咁啦，覺得好似仍然都同香港有一個連接咁樣嘅感覺。呢個都幾重要嘅如果唔係，你會覺得好似自己有啲失落，咁跟住好似就算啦，喺台灣就過自己日子咁樣。咁嗰個你鼓起勇氣重新再嚟，咁都係一種對自己嘅鼓勵啦。即係其實你仲可以做到少少嘢嘅。正如我所講話，我哋做啲微小而有意義嘅嘢，其實係咩地方都可以。就算我喺台灣都可以為香港做一啲事情。
幾個人而家喺獄中嘅，其實我都會成日諗起佢哋嘅。咁因為自己坐過監啦，即係好似黎智英咁樣，佢最後一次探佢嗰陣時，我都覺得佢真係好堅強，係超乎我嘅想像嘅。佢嗰種宗教信仰可以支撐住。我見到獄中嘅黎智英唔係以前我見到嘅黎智英可以咁樣講法，即係佢最記得同我講話，佢話我條命唔係屬於我自己嘅，我條命係屬於香港嘅，因為我所有嘢都係香港俾我嘅。咁好堅強啊！佢覺得好感恩，我可以睇聖經，睇好多宗教嘅作品，我以前冇時間睇嘅。但係到我臨走前，我同佢一講屋企人咧，佢就崩潰，喊得好犀利，成個人就崩潰晒。咁你見到啊，即係有時候會諗起佢哋嘅屋企人咧，其實係會好難受。我記得戴耀廷同我講話我初咧就覺得入去監獄裏邊咧就好似去咗曠野咁樣。咁呢個係一個聖經嘅比喻嚟嘅，耶穌受難之前都出去曠野度安靜祈禱嘅。而曠野好似監獄嘅，即係其實曠野即係沙漠，你每日見到個風景都係一樣噶嘛。後來我收到封信就話唔係啊，我而家咧每日咧就好似坐喺架船嗰度咧，一個細細地嘅艇嗰度咧，就隨住啲水喺度漂流，每轉一個角落咧就見到一啲新嘅風景。咁呢個就係佢而家嘅狀態啦，就係咧佢覺得喺度不斷見到啲新嘅靈性嘅風景，佢覺得有好多新嘅體驗啦，係佢之前冇嘅。早期都有呢啲來信，大家喺樹即係互通嘅，後來就發覺自己寫唔到啦，因為自己來咗啲樹，覺得我自己生活好好啊，你就覺得好似我仲可以咩安慰人咧？調翻轉頭係佢哋寫嚟會覺得你唔好諗咁多嘢啦，你台灣適合你嘅，你留低喺樹啦，好似阿黎智英就寫啦話，你台灣好適合你嘅呢個生活方式，你會喜歡㗎，你留喺樹，我哋將來喺呢度見啦嗰啲咁樣。真係調翻轉頭，我係自己冇能力去安慰佢哋，咁我只能開始就寫明信片啦。咁寫啲明信片就唔使講咁多嘢咁樣，即係祝福佢哋，或者希望佢哋早日出嚟見到呢種風景。再下一個階段，而家亦都好似寫唔到即係明信片啦。咁我就而家買咗一棟書咧，就係講緊一個喺南韓裏面坐好多年監嘅一個人，喺監獄裏邊去即係思考嘅嘢學習嘅嘢。最後尾出咗獄之後咧，係喺韓國裏面做咗教授嘅。咁我就想寄呢紮書俾一紮朋友即係有好幾個朋友，其實我都好即係懷念住佢哋嘅，想寄俾佢哋。不過有少少又覺得好似係咪好似話俾你聽預示你要坐好耐監咧？咁有一套矛盾掙扎，個棟書擺咗我眼前咧，就一路都仲未寄嗰啲咁樣。即係好年青已經知道我自己要投身於爭取民主，無論中國或者香港係咁多啦。究竟幾時幾日我要做啲咩嘢咧？咁都唔使計劃啦，啲嘢會即係撞埋嚟嘅。主要明牧師會 call 嚟㗎啦，咁樣代表上帝 call 嚟，咁又會有啲嘢會發生喺你身上。喺歷史上面有啲人物咧，一路喺我心裏邊咧係好影響住我嘅。即係一個就係陳寅恪啦，係中國以前一個好出名嘅歷史學家啦。當呢個中國個政權從國民黨易手去中共嗰陣時候咧，陳寅恪就留翻喺中國裏邊嘅。佢覺得要同呢個去即係引入佢嘅一個社會同埋文化咧係共浮沉。另一個人物就係台灣一個人物叫林獻堂啦。林獻堂就係喺台灣最早就開始推動即係民主運動嘅人嚟嘅。228事件之後咧，排嘅通緝名單排第一就係呢個林獻堂，咁佢真係好嬲，咁結果就走咗去日本。到蔣介石佢哋真係嚟埋台灣啦，咁想邀請翻佢翻嚟，咁佢就話危邦不入，咁佢就喺日本咧就到期餘生，死咗喺日本。成日都係諗住呢兩個人，即係究竟我最撚尾係應該做陳寅恪啊，定係做呢個即係林獻堂咧？究竟將來會點咧？我會覺得會喺呢種糾纏裏面不斷喺度糾纏落去。我唔敢講我將來會係點樣。
只係知道而家暫時我會即係留喺市，而我留喺市我就好好地活在當下，只係咁嘅。但係呢種糾纏唔會咁容易過去。